一口气看完2026最新悬疑美剧56天。女人每次进入商场前都会故意将衣服拉到最低，接着来到人最多的地方，摆出一个性感的姿势，看似在挑选商品，实则却是在钓鱼。而凭借其火辣的身材，第一条鱼饵很快出现。Oh, Sorry. are you in line? No. I got the wrong drink. 这一招欲擒故纵拿捏的恰到好处，果不其然，男人很快又找上了她。 I'm Oliver, by the way. I'm Ciara. Ciara, you wanna go get a coffee with me? 见到对方主动咬钩，希拉不禁露出得意的笑容。见此情形，奥利趁机再次发出了邀请。 Okay. Yeah, give me your phone. 希拉本以为又钓到了一条傻鱼，殊不知这次的鱼饵也不是个简单角色。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家装修略显怪异的酒吧见了面。刚开始两人聊得还挺投缘，可聊着聊着，奥利似乎有点不太对劲，随后一脸慌张地来到洗手间，并打了一通神秘电话。 Dan, that's me. I think I'm doing it again, and I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if you don't pick up the fucking phone. 酒过三巡，希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可万万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奥利又给他玩起了欲擒故纵。哪怕自己用出邀请对方去家里坐坐这样的终极大招，可奥利依旧不为所动。 Talk soon. Definitely. 就当希拉在复盘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时，奥利却又主动打来了电话。 I was hoping that you wanted to maybe do a redo. 也是在这个晚上，希拉成功走进了奥利的大别墅。接下来的画面怕你们不喜欢，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替你们看了。本以为有了昨晚的促膝长谈，这个男人会彻底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可当他故意说要离开时，对方竟一点挽留的意思都没有。 Call you. I would hope so. 好家伙，这倒给希拉整不会了。就在这时，一个自称简的陌生女人突然找上了他，并警告希拉一定要远离奥利。 He's not who you think he is. 然而希拉却不以为然，毕竟他从不干赔本的买卖。 Okay then. Good luck. 不过希拉还是偷偷拍下了简的照片。就当他心里犯嘀咕的时候，很快又被奥利家那个大大的保险箱打消了顾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希拉每天都会给奥利发送自己的性感照片，只要一有机会，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挑逗对方的机会。 Let me bring dinner to your place. Oh no! But your place is so much better. I don't care. I'm coming over. 尽管这在希拉的计划之外，但在看到家里墙上的白蚁后，他又立马想到了另一个进入对方别墅的办法。在又一次交流过后，希拉早已设置好的闹钟响了。 What was that? I have to leave for 3 weeks for some massive extermination. You can stay with me. 好家伙，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成功搬进别墅之后，希拉每天都会趁着奥利熟睡时，偷偷尝试打开保险箱。然而，他真的能如愿以偿吗？画面一转，时间来到了他们认识的56天后。深夜，一个神秘人闯了进来。更加恐怖的是，卫生间的浴缸内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但这个神秘人不仅没有害怕，甚至还对其拍了照。离开时又故意砸坏了报警器。第二天，警方迅速封锁了这片区域。在别墅内，警员卡尔发现一个被打开的保险箱。根据残留的食物判断，这里至少有1个星期没人来过。而浴缸内的尸体由于已经被强酸严重腐蚀，所以我们暂时无从得知是谁。那么到底是他杀了他，还是他杀了他呢？男人惊讶地发现，刚交的女友好像不太对劲。作为一个都市白领，竟然连自己的社交账号都没有。更加奇怪的是，他还经常出入自己带有保险箱的房间。Oh my god! You scared me. What are you doing? That's so crazy. I didn't even hear you come in. 尽管希拉已经尽量的保持镇定，但似乎并没有打消奥利的怀疑。于是他只能使出必杀技。没错，从搬进来的第一天起，除了弄到保险箱密码之外，其余时间他都在不停的吸收日月精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人没有思考的时间。至于这个吸收的过程，我就替你们看了，你们肯定不喜欢。对，干过杀猪盘的都知道，一个谎言过后，通常需要无数个谎言来圆。因为希拉曾经说过自己是名云技术人员，
所以送女友去上班也是理所当然的。既然躲不过，希拉只能硬着头皮走进这个陌生的地方，又假装很熟悉的朝着前台打了个招呼，接着穿过走廊，从后门溜至大街，最后来到一家咖啡馆，悠闲地打发着时间。原来作为资深的杀猪高手，他早就想好了应对类似突发状况。期间他还不忘炫耀似的告诉姐姐，自己将要赚到一笔足以支付家里所有罚款的收入。 What funds? From the St. Ledger Corporation. 可听到圣莱杰这3个字后，姐姐突然变得异常紧张，她似乎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也很忌惮。 Megan,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okay? I won't. I promise.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平时7点才下班的奥利，今天竟然提前了1个小时。更加糟糕的是，对方目前已经身在他所谓的公司大厅内。Can you just give me 15 minutes? I'm just running a little bit behind. Yeah, no rush. I'll be here. Fuck. 庆幸的是，好在赶上了最后一波下班点。然而他惊慌失措的模样，还是让奥利多看了2眼。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希拉也顾不得还在马路上，紧接着他就占领了高地。自从希拉住进来之后，不仅奥利的精神变得萎靡不振，他还会时常收到署名为奥利圣莱杰的信件，并且总觉得有人在偷偷跟踪自己。于是他找到自己的心理医生，原来奥利一直患有严重的失眠，并且普通的安眠药根本不起作用。而从2人的谈话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医患这么简单。 Someone has identified me, and they're targeting me. And it is not my imagination. It is real, and it is happening to me. 与此同时，希拉在垃圾桶里发现了奥利的银行信息，因为之前就做足了功课，他很快就通过了银行验证。可就当他暗自窃喜的想要转走1万美元时，却被电话那头告知里面的钱已被冻结。 Can I pay a penalty? I'm afraid not. Is there 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 No, thank you. 眼看肥肉近在眼前，却偏偏吃不到。不过希拉并没有因此放弃，因为他对自己的业务能力还是很有自信的。果不其然，很快他又找到了机会。这天奥利在出门时竟然忘记了关闭电脑，借此机会，希拉迅速通过邮箱验证的方式，成功登录了奥利的另一个银行账户。当看到里面的余额时，希拉激动的差点跳起来。知道这家伙有钱，但没想到这么有钱。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他颤抖着向自己的账户转了10万。 I got the money. What? Wait, Yeah. are you kidding? No. And it's a bank transfer, so it's gonna take like a week or 2 to go through, but I fucking did. 尽管姐姐也很惊讶，但还是警告希拉尽快离开。毕竟这么大一笔转账被发现那是迟早的事。可尝到甜头的希拉又怎会轻易收手？ I'll keep you posted. 与此同时，正在健身的奥利猛然看到一个熟悉身影，没错，正是跟踪他的那个红发女人。奥利迅速悄悄地跟了上去，然而越跟越让他毛骨悚然，因为这个女人竟和自己住在同一所小学。气急败坏的奥利先是砸烂了对方的车子，然后直接来到女人的家。奥利似乎非常害怕被别人认出真实身份。 You know what? I know who you are. I mean, so do I. I'm Oliver Kennedy. I know what you did. I didn't do anything. But whatever this Oliver St. Ledger did, it sounds like something pretty bad. It was. Yikes. I hope he never finds you. Have a good night. 回到家，他又紧急联系了心理医生，而医生在稳定住奥利的情绪后，又提起了让他和希拉分手。毕竟一个整天沉迷于女色的人，迟早会坏事。从目前可以确定，两人之间一定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天大秘密。这时，一直在门外偷听的希拉坐不住了，他可不想因为这个医生坏了自己好事。但此时的奥利正面临崩溃的边缘，所以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希拉本以为要失去这个大金主，可就像心理医生说的那样，现在的奥利已经被娜莎冲昏了头脑。尽管凭借美色挽回了奥利的心，但希拉觉得不能再拖下去。
于是决定给对方加点猛料。 1 square relaxation, 2 disinhibition, 3 introspection, 4 revelation.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we should be trying for revelation.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她明明是个顶级女骗子，可在面对来之不易的巨额财富时，却只拿了区区10万。毕竟细水长流这个道理，她还是懂的。接下来，为了制造更多的机会，希拉拿出一块特殊的巧克力。 Be psychonauts together. 原来这是奥利用来治疗失眠的药物，即便是她平时也只敢浅尝一小口，可希拉却执意要玩点刺激的。I usually microdose. Yeah, but I mean, if we're gonna do it, we should really do it. Right? Go on. Don't you wanna revelate with me? That's not a word. 最终，奥利还是没能架住希拉的诱惑。吃完之后，两人来到一处派对现场。今天的希拉显得格外开心，因为她上次转的10万块钱已经成功到了姐姐账户。 Holy fucking shit. 逐渐上头的两人本想找个地方好好交流一番，没想到却偶遇了奥利的老板艾洛特。从奥利的表情不难看出，他似乎并不想见到此人，更准确的说，应该是不想有希拉在的时候遇到他。 Come on, just one. We got a table. Huh? You can be wallflowers later. 无奈盛情难却，奥利只能不情愿地跟了进去。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个一直跟踪自己的神秘女人竟然也在这里，并且还和艾洛特夫妻俩很熟的样子。面对一个可能知道自己秘密的人，奥利可谓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于是，在假意寒暄了几句之后，便以拿酒为由暂时离开。但他不知道的是，这场看似的偶遇好像早有预谋。就在他离开之后，两个女人立马对希拉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Are you okay? Yeah. Why do you ask? Your boyfriend isn't who you think he is. Oliver Kennedy isn't his real name. He killed someone. I know. 没想到希拉也是语出惊人，原来他接近奥利并不是单纯的为了钱，好像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奥利将简跟踪他的事情告诉了艾洛特，并责怪对方不应该叫自己过来。很显然，艾洛特知道奥利的全部秘密，而他现在最害怕的是那两个女人会不会胡说八道。然而，事情已经朝着不可控的地步，一发不可收拾了。 He killed his classmate at Bridgefield Prep, Paul Sparling. Why? What did he tell you? 当听到保罗这个名字时，希拉的表情突然变得很不自然。就在这时，一直担心他的姐姐又打来了电话。 He's been in hiding for so long. He goes by Oliver Kennedy now, and he has no lif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ow do you even know that? 可两人刚聊到一半，神秘女人简突然闯了进来。原来她是一名报社记者，之所以跟踪奥利，就是为了挖出对方身上的秘密。不过，刚刚在偷听到希拉的通话后，她便希望希拉能与自己合作，大捞一笔，否则她可不介意去找警察聊聊。 Off the record,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Narrow River Killer. But he didn't tell me anything. Because I knew so much already. I knew every city. I knew every alias. I knew his social security number. I knew his mother's maiden name. And today, he's gonna tell me what happened that day that Paul Sparling died. And when he does, I promise I am never going to tell you. 看到希拉想要刀人的眼神，简立马慌张地逃了出去。与此同时，因为药效和极度恐慌的缘故，奥利已经开始神志不清。见到时机成熟，希拉迅速将他带离了酒吧，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引导奥利说出当年的事。 You'll hate me. I'm not gonna hate You're gonna hate me. Oliver, I'm not gonna hate you. 可不论希拉怎么努力，奥利始终不愿袒露心声。更让人费解的是，最后反倒是希拉率先说出了一切。 My name is not Ciara. My name is Megan. And we did not meet on accident. I came here to find you on purpose. To take what you owe me. And my family.
直到这里，导演依旧没有透露奥利的所有秘密，但根据之前的剧情，也不难推测，奥利曾经杀死的保罗应该是希拉的某个家人，而他之所以接近奥利，一是为了调查当年的真相，二就是为了从这里弄点钱作为补偿。然而更狗血的是，经过这几十天的相处，希拉发现自己好像爱上了这个仇人，为了不越陷越深，于是趁着奥利还在药效中，他迅速返回别墅，收拾行李准备脱身。I'll tell you the truth. 这时画面突然闪回到案发后，根据尸检报告显示，浴缸内的受害者是一名男性，那么死的会是说出真相后的奥利吗？男人惊讶地发现，同居女友的家庭住址是假的，每天去上班的公司也说没有这个人，最后甚至就连他的名字都是假的。 You've never seen her before in your life? I have not. I feel like I'm going fucking crazy here. 原来就在几天前，奥利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向希拉坦白一切，而事情还得从6年前说起。黄衣服的叫肖恩，是希拉的哥哥；红衣服的叫保罗。三人经常会约在河边小聚一会儿。这天，肖恩和保罗不知为何突然发生了争执，并且很快扭打在一起。奥利见状，连忙上前拉架，怎料却失手将保罗溺死在了水里。If I say it's self-defense, if I just tell them that it's self-defense, It doesn't work like that. They're gonna say there's self-defense. 最终两人达成了共识，决定将事情隐瞒下来。然而杀过人的都知道，每天都在惶恐与不安中煎熬着，那种感觉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更别说当时还是高中生的奥利了。终于在一天晚上，他跟父亲交代了一切。 So what's so cloak and dagger? I killed someone. What? 因为奥利的家族在当地有钱有势，所以摆平这点小事对他们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普通家庭的肖恩那可就惨了，不仅背下了所有罪名，还被判处了15年监禁。奥利永远忘不了肖恩在警局时看向自己的眼神，导致刚从惶恐中解脱的奥利又瞬间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严重时甚至要靠自残才能稍有缓解。而也正是因为这些伤口，让当初还是学校辅导员的心理医生看出了端倪，于是他立即拨通了奥利父亲的电话，表面上是要帮助奥利疏导心理，实则话里话外却处处透露着威胁。就这样，这家伙成了奥利的终身心理导师。然而在不久后的一天，忍受不了良心谴责的奥利打算给监狱中的肖恩写封道歉信。 I am disappointed. It didn't feel like this was something you could talk over with me first. It felt like I could start. 一旦这件事情被公之于众，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这台提款机。于是心理医生萌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他假意替奥利送信，实则在见到肖恩时总是有意无意地说些非常消极的话，比如家人因为你如今在村里连头都抬不起来之类的。不得不说，这家伙很会拿捏人心。很快，本就处于崩溃边缘的肖恩彻底被击垮，不久后便在狱中自杀了。这也导致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分崩离析，同时也在希拉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原本希拉打算拿到钱后就直接杀了奥利，然而接触了之后才发现，这个男人早已被愧疚啃食的体无完肤，每天晚上只能靠药物才能勉强入睡。慢慢的，他觉得奥利和自己一样都是苦命人，所以当初的那股恨意开始逐渐消退，直到最后变成了假戏真做。 I'm sorry. I am sorry. He was my best friend. And your brother, he didn't deserve that. Your brother didn't do anything. It was me. I know that. 此刻两人的心结彻底被打开，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因为彼此间没有了秘密，他们的感情也比以前更加牢固。然而得知真相的心理医生却坐不住了，他好不容易才将奥利控制在手心，又怎会轻易善罢甘休？ And she's here for your money. No. No, Dan, she's not.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Aren't you here for my money? Right? 见自己的花言巧语起不到任何作用，心理医生也不再伪装，他拿出奥利当年写给肖恩的那封道歉信，而里面记录了他失手害死保罗的全部经过。 You never sent it to him. You fucking kept it. I was trying to protect you, and I did. You were trying to protect yourself. You manipulated me. 医生表示，要么他将信交给警察，要么直接给他1个亿。其实奥利本想妥协，毕竟1个亿对他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可下一秒， We can't trust him.
都说旁观者清，希拉认为这家伙就是个十足的无底洞，如果这次给了，迟早还会有下一次，加上他才是害死哥哥的罪魁祸首，所以他有800个干掉对方的理由。可是话虽如此，冷静过后，两人立马意识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杀过人的兄弟们都知道，最难的就是如何处理尸体，对于这2个新手来说根本毫无头绪。与此同时，正在摇晃的姐姐接到了妹妹来电，经验丰富的她立马给出了一套详细的脱骨流程。 Maybe it was drain cleaner, bleach. It's probably a mix of all of that, but nobody knows because they were smart enough not to buy the shit at the store. And they turned a heater on to make sure it happened faster. Within a week, he was like, gone. 最后，两人拿走了保险箱里的贵重物品，接着分别和家人做了告别，赶在案发之前逃往了一座无人岛，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哎呀，我的妈，这个结尾属实有点雷到我了。至于距离警察的那条线，我直接给忽视了，感觉有和没有基本无差。最关键的就是卡尔为了帮助好友脱离混混的骚扰，于是悄悄把这起案件嫁祸给了那个混混。